来了。来了。你也来了？是啊，你都通知了，我当然会来。谢谢，真给面子。进去吧，大家都来了。各位，谢谢大家的光临啊！这杯酒我先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平时我也不爱说什么肉麻的话，但是今天是我老公林伟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就肉麻一回，大家请看吧。19岁，我第一次遇到林伟，跟联谊寝室的男生一起唱歌。20岁，我们俩第一次约会，他说要把这辈子的约会都卖给我，我给他买了一大桶冰激凌交换，他吃完拉了2天肚子。22岁，我们毕业了。25岁，我们结婚了，有了小莫。别误会啊，不是奉子成婚。小莫满月，我们住50平米的小房子，林伟感动得不得了，说累到吐血都要给我们娘俩更好的生活，换大房子。27岁，小莫2岁了，大房子还没有着落，我在会计师事务所也升职了，一起跟林伟为房子奋斗。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，我们2个人一门心思拧着一块儿往前走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段日子是苦点儿，但心里很踏实。这个时候，我老公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韩总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韩总那单生意吗？您说，只要林伟能拿下这单生意，您就给他升职。韩总，到现在我都感激你，谢谢。为了能让我老公拿下这单生意，我辞去了工作，去照顾韩总的妈妈。是韩妈妈自己福气好，很快就康复了。但是韩总硬是把功劳归在我头上，把这单生意给了我老公。我老公升职以后很忙，根本顾不上家，我也就没再回去工作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当会计师的，这点秦山知道，是吧，老同学？但是我更喜欢当林太太。结婚之前，我跟秦山一样，认为事业最重要。但是结婚以后，有了孩子，我觉得林太太才是第一位的。依林，我得给你封一个模范贤内助。行啊，韩总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接着看。聪明姐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孩子们呢都不接电话，我只有打给你了。都不接，他们都没在家呀。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说是给林伟过生日什么的。哎，都这样了还给他过生日啊？那
你知道去哪儿给他过生日吗？小丫结婚那个地方叫翠明路，什么荷塘月色。哦，知道了。30岁，我们有了大房子、车子。儿童节带小莫去游乐场，坐过山车，他恐高。林伟把他放在肩膀上待了几分钟，想锻炼他，结果硬是下不来了，说这样感觉他一下子长成了大人。小莫之前说他坐在林伟的肩上像个大人，现在也算是个小大人了。小莫10岁，我35岁，林伟36岁。19岁到35岁，16年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好吧，下面就请我们的男主角上台吧。老公，16年，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不管我付出什么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都老夫老妻，这撇清。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！可是现在，我恨你。35岁，我老公背着我，跟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。我的老同学秦山走到了一起。16年前，我也青春逼人，现在青春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肚子的怨气。我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秦山，我可以把我的老公让给你了。我现在放手了。林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还没说完。16年，我对你所有的爱，到今天都变成了恨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说出来，不然我会疯，会死。我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你悄悄抛弃。别怪我，用这种形式把你对我的伤害还给你。生日快乐！
信。你们的10年的照片很感动，但结局没想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林伟的支持，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我一直以为林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最近公司有些传言，我都没信。可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不行，玉明，哎，你进去，跟依林说呀，在林伟那儿啊说句软话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给林伟认个错，行不行？不是爸，那我跟一凡呀，都已经劝过了，他俩那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可他们不能离婚呐！你想想啊，以后依林一个人带个孩子，那怎么过呀？他是搞婚介的，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小道理。玉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林伟在外头已经有人了？小沫啊，阿公姨父，哎，是不是饿了？不是姨夫啊，给你做饭吃啊。爸，来，你把东西给我吧。您要是累了，您就回屋呢歇会儿去。饭做得了，我叫您。我妈怎么没回来？啊，你妈呀，我妈回来，只不过你妈呢，可能今天回来的会晚一点啊。姨父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，我爸我妈是不是离婚了？你知道什么是离婚了吗？知道，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很严重。有多严重？就是非常严重。小沫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特别怕他们两个离婚呀？我不怕，因为他们离婚了，我还能见到他们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呀？因为我怕他们见不到了。是不是没吃过姨夫做的饭呀？今天姨夫呀，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！但是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一会儿咱跟外公吃饭的时候啊，在饭桌上，你呢得使劲的把菜跟饭呀都吃干净了，这样的话，外公才高兴，好不好？啊，还真是从您这儿要的地址啊！他电话他都打咱们家了，我也不能不说呀。哎，这江依林解恨了没有？过个生日解什么恨呀？行了，林伟都这样，他还能好好给他过生日啊？你以为你妈傻呢？嘿，我发现您现在越来越八卦了啊！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这江依林多聪明啊！她要是下了决心的事儿，那就便宜不了谁了。
男人就欠收拾。你以后跟这个小韩，你要是再那什么，这一凡就跟他姐这么学着收拾你。爸，您听听啊！哎，我还是您亲儿子吗？亲儿子我才得更高标准严要求。嘿，您真是一好婆婆，发现。别听你妈胡说八道，她心里啊根本不是那么想的。算你了解我。哎，你们俩最近的多关注了一点依林，就别老让她一个人在那屋里待着，不行把她接咱们家出来。我都不知道您这话哪句是真的了。我哪句都是真的啊！你妈没那么恶。行，知道了。我爸怎么样啊？还行。小莫呢？睡了。谢谢你，老公。你看你，哎，那个，你姐怎么样？就那样呗。16年了，感情和青春都投入了，自己什么事都放一边，所有事都是为了林伟给小莫，结果什么都留不住。要是有一天，我也因为相信你而付出代价，我也认了。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。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。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
过有一点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，这个我是清楚的。16年的感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我知道，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活该。但是我真的一门心思的想回归这个家庭。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那么做。咱们俩之间起码的唯一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我承认，那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足以是能让你跟秦山走到一起的理由。行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好了，也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痛快点儿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吧。就明天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这人心还真是隔肚皮啊！以前林伟哥看起来那么好，现在怎么就……不过这么一想吧，我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么讨厌这房子。家嘛，肯定越看越好。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你了。真的？假的。不可能，你的眼睛就出卖你了，我知道是真的。哎呀，我一会儿得给林伟同志打个电话表示感谢，这反面教材做的太好了。你神经病吧你！不瞒你说，就刚才你那么一说吧，我好像还真有点犯神经。你说不讨厌我，那是不是就是很爱我的意思？你要是很爱我，就……这脚洗完了，它就是香。别闪着孩子，这水有点凉了，给你加点热的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走了。哎，依林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不想听。那我送送你行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什么都不说。
10多年了，咱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。明天你就搬过来住吧。青山，不是都离了吗？怕什么呀？公司那边的同事，我想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咱们俩的事儿，公司上上下下几乎全知道。我们又在同一家公司，今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挺别扭的。其实我是想，我不辞职。让你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打算过让你辞职。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想都不想，你居然让我辞职。我也没想让你辞职啊。我们这个行业就现在这个公司最好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到我们这个区的销售总监了，往上还有总部。你辞了职，你去哪儿？有我的条件，我不愁找不着工作。你是不愁找不到工作，薪水有可能也不比现在的低，可是发展空间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一进中小型企业，就会做到最高层的天花板位置，那往上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才30几岁，往后你还有20多年要奋斗呢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就守着那个天花板过20多年啊？让你走你舍不得，让我走呢，你又怕我今后发展不好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着啊？我不是嫌你发展不好啊，我也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但是我太清楚一个长期在天花板待着的人是个什么状态。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。深深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够满意呢？我们都留在公司，一起做到总部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可能别人呢喜欢中高层的感觉，而我偏偏就喜欢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。我想你也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聊的，你要跟我谈的，我还以为是咱们今后怎么生活，咱们今后怎么过日子，没想你谈的全是这些东西。我不是江一林，他能放下的，我做不到。青山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呀，我当然爱你了。正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不想成为第二个江一林，一个不懂得自我和婚姻之间平衡的女人被沦为弃妇的故事，我不想再上演了。林伟，你为了我放弃10几年的婚姻，那你应该清楚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抓得住你。你家那串钥匙也用不着了，就扔了吧。
爸。妈，乖吗？妈妈，我又快输了。小莫，棋不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莫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。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儿也热闹了。爸，对不起啊。我让您失望了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宝贝，爸爸和妈妈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行吗？妈妈保证，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小莫，妈妈知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
都别去了，好吧？哎，那个哥，要不麻烦您给劝劝。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别走，等我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，面对大海，可以忘掉一切烦恼。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到海边来，每次我都会用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，就想使劲把这沙子握住，就好像能留住我妈妈。但是每次沙子都会从我手里漏光，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它，它就会漏得越快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一定会走的。你这不想得挺明白了吗？走吧。但是等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怎么就忘了呢？还想一个劲儿使劲儿地抓住。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？你干嘛要这么想啊？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一点错都没有，别再琢磨这个。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放开我！男人怎么会都这样？这么好的家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？现在想来同情我、可怜我是吗？我不需要。依林，放开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这是家里的钥匙，我留着也没啥用。你扔了吧，反正门锁我迟早要换的。找我就这事儿啊？还有别的吗？我想见见小莫。你之前没跟我说呀，他也没说要见你。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尊重孩子的意愿。依林，你该撒的气也撒了，我也辞职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不是秦山辞职了，恭喜你啊，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聪明的女人。依林，你能不能别提秦山了？我就是想儿子了，我想见见我儿子，行不行？以前每天早上上班，晚上回家都能见着他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能别这么没劲吗？当初是谁呀？我带着儿子去公司楼下找你，你根本就不见我们，
小莫都喊成那样，你还装听不见？怎么了？在哪儿受委屈了？非要在儿子这儿找温暖？对了，正好告诉你一声，你的微信我已经删掉了，以后别有事没事给我打电话，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可以直接跟我发信息。来，小莫，尝尝妈妈做的鱼。爸，你先吃起来。哎呀，没外公做的好吃呀！不会吧？真的假的呀？那你们俩就贿赂我，谁贿赂的多，我就把最佳厨师颁给谁。还要评奖啊？那你说吧，怎么贿赂你？我要一个像以前一样动感、高兴的妈妈，还有一个像以前一样特别话痨的外公。那好，外公现在就宣布，妈妈从现在开始有动感，就特别高兴。外公呢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也话痨。我现在就话痨啊！我开始话痨了啊！就这条鱼啊，劲儿可大了，拼命着跑啊，我就拉住它呀，那钩都差点折了，线也差点断了。呵，它劲儿可大了，它跑啊跑啊跑，我就拉着这个杆儿啊，那鱼钩都差点被它拽跑了，鱼线也……啊，外公，干杯干杯！哎，干杯干杯！宝贝，妈妈答应你，从明天开始就动感，就高兴，好吗？那你要怎么动感？去建材城，去逛家具店。你要换房子呀？爸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？我就想把屋里的装饰还有家具什么的重新摆摆，重新换换。过去都是别人说了算，现在不是好容易我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了吗？那就捯饬捯饬呗。为妈妈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喝了它。这是我在等你。我知道我们在生活方向和方式上是有分歧。我去了一家小公司，还是干销售总监，一去就是天花板。这一点你说对了，我也许真的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。你是，我也未必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啊。只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，你可能还不适应，因为跟你以前的生活可能差得太多了。就怕我适应了你的生活以后，咱们俩之间的距离会越拉越大。我知道咱俩都是不容易妥协的人，我们都各让一小步，行吗？你去哪儿，你干什么，我以后不参与了，我不管了。但是也请你试着慢慢接受和我在一起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别放手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的，别走，行吗？
你不是要去新公司了吗？这是给你的礼物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别走，好吗？美女，真漂亮，可爱啊，美女。怎么了？滚！怎么了？滚！走吧。你怎么在那儿啊？赶巧了呗，缘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吓坏了，有点儿。那就别回来那么晚。不行，找个人帮忙，干嘛那么拼命啊？人公司本来就不想你们事务所去查账，你还真往上冲，那是女同志干的活吗？你以为你北极熊呢？又壮又抗冻。长科不是你给介绍去的吗？大家伙都等着看我是不是花瓶呢。这是第一个任务，我要完成不了，那不要给你栽面吗？哎，别，您千万别考虑我的面子，我这真无所谓。你要真累出个好歹来，我还追悔莫及呢。哎，没吃饭吧？面包和牛奶，这是那个感冒药，还有冻伤膏。谢了。哎，客气。早点回去吧，我也得回去把今天的工作整理一下呢。别再整理了，洗个热水澡，早点睡觉。感情这事儿啊，你说了不算，谁都给不了答案，除了时间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这不是没事吗？我也来活动活动，出汗。你是要准备申请好人卡吗？我想申请一张钻石级别的，你这太薄了，穿这个吧，这个厚。谢谢啊。你回去吧，真不用你陪。那你要再碰到昨天那样的情况怎么办？我哪有那么幸运啊？你以为那种事儿是能天天都碰上的？那也不成，你要冻病了耽误工作，你不也丢我面子？姜汤。走。帮你擦擦脚。
还疼吗？丁阿姨，多少钱1小时？按护工的价，多少钱1小时？10块20块的，你就看着给吧。那麻烦您帮我把垃圾倒一下吧。好，好，好。他还不接受他妈妈吗？我看您还行，他妈妈在的时候，反正他也能吃饭了。那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阿姨。开门啊！开门，小韩。阿姨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不知道拿什么拴上了，死活就打不开。小韩，小韩，开门，小韩。你让他走。不是，我不走。那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以为这样你就是我妈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恨你。小韩，记得小时候，大冬天的，我在你们家门口等你，一等就是1天，你从来都没有理过我。现在你回来了，逼着我原谅你，凭什么？阿姨，你让他把话说完吧。别再给我揉脚送饭了，别再让我习惯了你之后，你转身又走了。我还是过没有你的生活比较好。我现在是成年人，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了。小韩，我这次真的不走了。我不信。笑什么呢？又有八卦？那个韩志杰问姐要好人卡啊？韩总为了追求咱们的依琳姐，亲自跑到冻库帮她搬东西，还自带了羽绒服、姜汤、感冒药、冻伤膏。不是吧？他一老总帮你去搬东西，这就是爱呀！行了行了，都别再八卦了啊！赶紧替我想想办法，怎么能让韩志杰不再这么做了？我有个办法。说，就是顺其自然的剧情啊。什么呀？我姐要的不是这种剧情。对，依琳姐需要的是霸道总裁的剧情。依琳姐，你说这么浪漫的剧情都落在你身上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这种剧情只适合小妹妹，不适合我。我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我只想怎么安排好我跟小莫的生活，其他的剧情坚决不会上演。别呀，韩志杰条件多好啊！就是，单身，经济优越，阅历还丰富，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呀。没错，他就是新时代的万能保险箱，只要你拿着钥匙打开它，你的后半生就衣食无忧了。从现在到将来，我要靠的是我自己。我赞成。现在要再开始有点太快了。再者说了，就算你愿意，那小莫也不愿意啊。我不赞成。只要你下定决心，小莫迟早会接受的。我下定什么决心啊？韩志杰根本就不适合我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老实说，韩志杰这样，难道你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吗？我现在不想谈情说爱，我知道我要什么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就不陪你们八卦了。姐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一步啊。哎，你什么人呀？把我们约出来自己跑了？喂。哎，宝宝，你说这韩志杰到底有戏没戏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我看依琳姐对他成见挺大的。那怎么办呀？不管怎么办，咱俩都得撮合他们呀。老公，你以后能不能把工作都放到家里做呀？
那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了？我们单位有一个小乔，她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她老公就天天在家陪着她，把所有工作都放在家里做了。小乔啊，老公，真不像，老公，真不方便。方便，明天就跟咱哥说，咱就在家里办公。老公，你说咱们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管他男孩女孩呢，哎，我都想好了，要是女儿呢，咱们就叫她圆圆；如果要是儿子呢，就叫圈圈。屁！哎呀，完了，宝贝儿啊，赶紧把耳朵捂上啊！刚才妈妈说脏话了，咱不学啊，咱不学。不，对不起啊，妈妈该打。该不该？该。阿姨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韩让我带他出来买2件衣服，啊我上趟厕所，这功夫人就不见了，什么身份证啊、钱包什么都在他那儿，什么都没有。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您别着急，我给他打。小韩，你在哪儿呢？这是上个月的，这条是你做的吧？看你怎么做的，这也是你做的吧？怎么搞的你？冯姐，重新做。冯姐，这是期先公司的盘点结果和流水账目。行了，等一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分析，这2天就得把结果报上去，辛苦了。好，大家注意了啊，加班到3点，明早8点半继续。明天不是周末吗？我要在家陪孩子。谁家没孩子？是太自我了，好久没这么大强度工作了。是啊，我的美容觉啊。哎，我今晚的演出票还报备呢。依莲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他这么折磨你，能受得了吗？工作嘛。没事了。你好。你好。走。拜拜，依莲姐。依莲姐，拜拜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一猜你就是加班呢。果不其然。你能不能别无时无刻的想着来帮我啊？小然没跟你说？我说了，让我再接再厉。韩姐姐，你把我推荐到长科，你帮我盘点，你帮了我那么多忙，说实话，我从心里特别感激你。但是，你看，别人现在都有感觉，冯姐都已经知道了，那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还让不让我在这儿待了？我这还真没想到，我也没觉得是个事儿。那行，我以后那就不帮你了，好吧？我是想以后别再来找我了，还是快点回婚介所去找一个吧，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我去婚介所才是浪费时间呢。咱俩不合适，合不合适得一块过日子才知道啊。没过你怎么知道不合适？说什么呢？不是，我不是你别生气啊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对不起。就这么说吧，自从你为了林伟辞职去照顾我妈开始，你就特打动我，真的。当然我这些年我也有一些感情经历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你对林伟那样，为我那么豁得出去。我也想找那样一个人，跟我一起经历高峰低谷，一起面对死亡。我出去找了，我找了一大圈，真的没有。是你改变了我对感情的看法和态度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合适我的那个人。
说实话，虽然我跟林伟已经分开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从感情上，我还并没有完全把他放下。而且小莫现在还小，我就想给我儿子一个稳定的过渡期，别的我什么都不想。而且以你的条件，我觉得我跟你真的不合适。我就是想从心里把你当成是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别强求我。爸，爸，小声点儿。小莫呢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小莫等了你一天，已经睡着了。我去看看他。你就别再影响他了。怎么礼拜6还回来的这么晚呢？你现在不用担心我，也不用担心小莫，我们都挺好的。现在爸爸担心你，怎么工作强度这么大呀？爸，哎，你呀，别瞎担心我啊！我现在不是刚刚回到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吗？所以对我来说呢，一切都得是从新开始。啊，那你就不要命了？谁说不要命了？我要不要命，那怎么照顾你跟小莫呀？是吧？那你就赶紧睡吧，房间呢我都给你收拾好了。你明天是不是又要加班啊？明天不加，明天说好了陪你们，明天不加班。但是呢，我今天晚上得回去加班，回来换身衣服，一会儿我就走。你不用担心我啊，好着呢，没事儿啊。什么时候来的？这是我那一部分，我已经做完了。做完了？你什么时候做的？昨天晚上我回去陪了一下儿子，然后又回来了。他现在应该吃完早餐了，我得要回去陪他。我好像说过这个周末加班。可是我已经做完了呀。我没有说过让你昨天晚上通宵加班做完吧？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团队就要同步。冯姐，10年前在普华，我就已经做成了项目经理。那个时候为了照顾孩子，我就辞职不做了。虽然现在重新出来工作，但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的工作不能影响我的家庭，不能影响到我照顾孩子。现在我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，我不想让任何人剥夺我回去陪孩子的时间，包括我的上司。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方式，那实在抱歉，我也没有办法向你妥协。韩总介绍的人不能得罪。作为女人，我最讨厌花瓶和你这种关系户。大家都是出来工作的，当然要公平竞争。我对我的团队向来是这么要求的。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，我觉得你是花瓶，不过是实心的。欢迎你加入我的团队。这么说，我的考核通过了，我对你的折磨也结束了。其实我们平时的工作量没这么大，回家去陪儿子吧。
我家里也有个儿子。回去吧。谢谢。走了，走了。小宝，你怎么又没来上班啊？哎，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啊。我已经在上班了，我6点钟就起来了，做完早饭，刷完碗，7点半我就开始工作了。这样你再通融通融。大舅哥，他还是不让我出去啊？哎呦，你就顺着他吧啊！我今天可最后一天了。明天我肯定去啊！我跟你最后劝一下，你东西明天能不能发过来？老公，你过来陪我看电影。哎，马上来。怎么还看电影呢？不是我在看电影，是他在看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晚上12点之前我一定给你发过去啊！我手机没电了，不说了。手机没什么。喂。哎呦，老公。干嘛呢？工作呢？再给我2个小时，好不好？2个小时。我只需要你2个小时，2个小时之后你再工作嘛。啊？这2个小时以后就11点了，我就得给你和宝宝做中午饭了。这吃完饭，收拾完了就得1、2点了，然后就得哄你和宝宝睡觉，睡到3点钟，还得陪你们俩下楼遛弯。这回来又开始做晚饭了，我这一天什么也干不了了。老公，老婆，你给老公点时间，挣点养家的钱，好吗？行，那你工作挣钱养家吧，我跟他们出去玩去了，这样咱俩谁都不耽误。看电影，看电影，我陪你看电影。好，来，慢，哎，喝口水啊！你有事快点说，我是找个借口跑出来的。我就想告诉你，女人不能老那么宠着啊，尤其是结了婚以后的女人。当然了，男人也不能那么宠着啊，有天宠坏了，你自己就知道了。另外呢，我给你提个醒啊，你这个技术总监这个位置，人那些活儿，人家刘毅呢一直都帮你撑着呢。有一天，人刘毅要跟我说想干这技术总监，我怎么说呀？他不是要走吗？是要走啊，可你老不来啊！你这活人家干着呢，人一看得有升值空间了啊，未来这工资奖金都能涨上去，人何乐而不为呢？我回头跟小丫说说。对，回去好好说说，劝劝，别老那么宠着啊。明白了。还有啊，这小丫呢正处在这个身体跟情绪的恢复当中，回家伺候的时候呢不能怠慢了啊。哎呀妈呀，你俩可真是亲兄妹。可不嘛。哎，小韩。我该回去了。回哪儿去？他倒下的地方。那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我痊愈了。真的。我真心的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站起来。你相信爱的力量吗？我走了，你们的世界就清静了。那你妈妈她……其实我早就不恨我妈妈了。你们无法理解，一个从生死线上回来的人，爱与恨已经淡然了。
这次对我妈妈这样，只是对你的反抗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觉着你变了。你也变了。看来，婚姻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。在婚姻中培养出来的感情，要比所谓的爱情珍贵得多。替我谢谢一凡。哎，他是个可以陪你一辈子的人，是个值得你爱的人。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那清澈的笑容，把我都融化了。如果我是个男人，一定会紧紧抓住，不放手的。怎么了？小韩明天要走了。这么快啊？他妈跟他一块儿走吗？他妈妈跟他和好了。那他还回来吗？他说他要回来，他说还要给咱们的孩子当干妈。行啊，明天去送送他吧。我也想再见一下我这未来孩子的干妈。